斗罗大陆5重生唐三，作者唐家三少。第8章技能。收回玄天功，他立刻感受到在自己的玄天功能量内多了一抹青色。和之前传承的黄色妖神变能量相比，这一抹青色要淡化许多，显然是因为三阶狼妖死了一会儿，逸散了不少。但这青色能量却是切实存在的，而且和那黄色能量一样，也非常的听话，融入到玄天功之中。虽然提升的不多，但也有那么一丝的提高。同时，它也没有和那黄色能量产生什么冲突，就那么沉淀在自己的玄天功能量之中，似乎也在被自己的身体潜移默化地吸收着。这就有意思了。唐三立刻来到另一头狼妖尸体旁边，也进行了同样的操作。这一头死的时间也差不多，体内被吸收出来的血脉之力也是相差无几。做完这些，他没有再继续停留，清除了自己的脚印后，迅速离开，返回村庄而去。他没有为朱家欣收尸，正如朱家欣所说的那样，一旦他留下太多的痕迹，就有被发现的可能。但朱家欣的话，他却深深地记住了。救赎组织，一个为了人类生存而存在的组织。或许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所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。至少人类并不都是麻木的奴隶，还有这样一份力量在为了人类的未来而努力。尽管悲哀的是，这些人身上也都有妖怪族和精怪族的血脉。悄然回到村庄之中，他住的木屋还有10几个同龄孩子一起。这些孩子之中，能把话说利落的都没几个，就更别说其他了。唐三平日里也都表现得和他们一样，此时回到木屋之中，立刻在角落中蜷缩起来，闭上双目。今晚对他来说，收获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最重要的是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了解，知道了还有一个人类的反抗组织存在。还有就是妖神变以及玄天功的特殊性。此时他体内的经脉都是暖热的，潜移默化的，似乎是在被之前吸收的力量所滋养着，他都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似乎是在增强。这和玄天功无关，是体质的增强。在这里吃糠咽菜的，哪有什么营养可言，他只能是依靠玄天功吸收天地灵气来滋养身体。而这次却不同，那妖神变以及2头狼妖血脉中的力量，明显就是在滋养着他的经脉、骨骼、内脏。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增强。而玄天功的存在，让他们没有半点冲突，而且也变得更好吸收。难道说，玄天功来到这个世界之后，竟然是变成了一种吞噬神功吗？能够吞噬那些妖怪和精怪的血脉之力，不知道他们如果是活着的时候，是否也能吞噬？要是也能做到的话，那就太可怕了。当然，也不是没有隐患的。如果吞噬的血脉种类过多，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影响？能量驳杂，对修炼绝不是好事。而这些究竟会如何，他都需要通过对于这次吞噬之后身体产生变化进行观察来判断。拥有妖神变的人类，会有变成妖怪族、精怪族附庸，不再为奴隶的资格。进入大城市，去寻找那个救赎组织。唐三心中默默地有了一些计划。寻找到那个救赎组织之后，加入他们，通过他们来寻找转世的小舞，肯定会容易一些。这个组织看起来数量还不算少，假如每个大城市都存在的话，风狼镇并没有因为死了那几个人而产生什么变化，至少他们这奴隶村庄没有。唐三一共用了7天的时间，将这次吸收的妖神变能量以及2头狼妖的血脉之力消化完成。消化之后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变得强壮了一些。
身体明显变得结实了。以他的修炼经验，自然明白身体的强度和修炼的上限息息相关。没有足够强韧的身体，也就没办法承受更强大的能量。这次强化之后，他现在基本有信心，正面面对三阶狼妖应该也能对付了。而这还不是他最大的收获，更大的收获在于那妖神变以及狼妖的能力，他竟然真的有了留存。夜幕降临，唐三再次悄悄地来到树林之中，双眼微眯，他骤然催动玄天功，体内的血脉也随之变得沸腾起来。脚尖在地面上一点，骤然间，他身上亮起一道黄色光芒，速度猛增，宛如闪电一般冲出10米。玄天功猛地消耗了一截，当他稳稳地站在地上的时候，全身不禁有些酸痛。刚刚那瞬间爆发出的速度，对他的身体还是不小的消耗。但唐三却没有停顿，双手同时抬起，掌心之中各自亮起一道青光。双手挥动，两道只有3寸左右的锋刃飞射而出，青色的锋刃飞出5米后，就消失在了空气之中。是的，这就是上次吸收之后带给他的爆闪、锋刃，分别传承与朱家欣的妖神变以及狼妖的血脉。通过玄天功的吞噬吸收，他竟然全都学会了，这是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的情况。当他吸收完了那2种血脉之力后，他就感受到在自己的记忆之中，似乎就多了这么2种能力。在他想要使用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能使用出来。而奇异的是，他在施展的时候，身体并不会产生妖神变那种兽化的情况，消耗的就是他玄天功的功力。而他的玄天功内已经没有了曾经的黄色和青色，这种感觉就像是他学会了2个技能似的，现在就能随意的施展了。只不过，无论他怎么练习，这2个技能都不会变强。比当初朱家欣施展的爆闪以及狼妖施展的锋刃还都要弱小许多，就像是固化了一样。并不是没用，但不能提升威能的这种技能，显然作用也不是太大。唯一的好消息就是，这被他吞噬吸收，并且转化为自己技能的能力，并不会产生什么冲突，似乎只是对玄天功的一种转化。整体来说，这自然是好事情。唐三心中对此也有着一些判断和设想。毫无疑问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是和原本世界中存在的人类不一样的。玄天功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而玄天功和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之间的转化，还需要不断的试验才能发现更多的东西。学到这2个技能总是好事。朱家欣和狼妖不够强，吞噬而来的技能自然也弱一些。但如果等到他未来玄天功拥有更强大的威能，吞噬的妖神变力量也更强呢？带给他的技能显然也会变强，至少有了一个更容易变强的方式。而且通过这种吞噬的方式，他的玄天功修炼也会加速。这个世界的天地灵气本就十分浓郁，唐三基本可以肯定，按照自己这种进步速度修炼下去，等到自己20岁的时候，就有进入玄天功9阶的可能了。对应这个世界的9阶，那应该也是一方强者。当然，前提是修炼一切顺利的情况下才有这种可能。玄天功对于界的灵气非常适应，这是唐三所获得的最大好处了。日子一天一天度过，白天劳作，晚上修炼。唐三又过上了他平平无奇的生活。又是2年过去，唐三8岁了。或许是因为之前那次对于狼妖和妖神变的吸收，他长得比普通孩子要高大一些，只有8岁的他，已经比其他人类小孩20岁还要高一些了。虽然还是有些瘦，但也算是出众的。
所以也就被安排了更多的劳作。